伴随您精彩的每一天，谢谢。哎呀，你们去买一份嘛，几个400买一份嘛。呀，这以前卖东西的地方，看以前的画画笔。辐射。又吃饭。
我先自嗨给你解我走。对面。到了吗？到了。到了，到了。对面，对面。这都以前老照片。怎么造出来？这是硬币啊！伤很多哎。那他们怎么造的？对呀。啊，没电梯啊！我的妈，我膝盖疼死了哟！没有电梯，那以后老年人怎么办？这洞里面全是楼梯。哦。
来了。各位，我们先做一个高温车，然后待会下车之后还是主要以步行为主哈。我们会上楼梯，然后里面的话呢，我们今天参观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然后我们主要参观的是河北堆。我们前面这栋楼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参观的央阳门号，总共是有12层楼，79.6米高。然后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个位置的话是第1层6楼，然后1到5楼在地底下，7到12楼在它的上方。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哈，单管线游线。这里呢是我们有一个洞见816的一个剧场，然后现在晚上是没有直播场次的，是白天的话一般是早上的上午的11点钟和上午的2点各有1场。我们在这里下车，然后我带大家一起进入宫体内部参观。来，各位，小心开啊，小心，慢一点。从那里过吧。走吧。哎呀，手机开了。我们现在呢进来的这座山呢，它叫金子山。然后这个山下的话，它是2座山体全部挖空了。然后在洞里面的话，建了18个大型洞室。我们所说的洞室呢，其实就是一栋楼一栋楼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参观的是这栋楼主要工程啊，幺幺门号，它是我们18个洞室当中最大的一个洞室。我们该工程呢，当年修建的话呢，这栋楼的水柱很高，是因为我们这栋楼里面有一个核反应堆，是生产原子弹里面的一种燃料，叫做铀239。然后这个铀239的话呢，它的辐射性非常强，而且它的就是生产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决定要修一个核反应堆的时候，我们在1966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然后来修这个工程，总共投入了建设者16万多建设者在这里面的。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引水洞哈，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水管的作用，但是呢它跟水管不一样的是，它的抽水量非常大，而且它是往上抽水的。然后这个接口的地方是钢板衔接的，里面是水泥钢筋铸成的，连通的是乌浆哈，它直接是取乌浆水进来，所以从我们前面这个方向这样上来哈。然后它的这个全长的话是将近3公里。然后现在我们切了70公里下来呢，打造了一段给大家参观，地面是铺好了的，我们可以走进来感受一下。这个是平的哈，但是有点潮湿，这个要注意不要踩滑啊。引水洞呢，它是当时的话是832部队里面的123团一个加强团，3000公里战士，花了4年的时间来修好的。都是水汽。伊搿只本来抽水个呀，所以水温特别高。水雾的你看，带水蒸气啊，你看。水蒸气也是。对啊，水蒸气。因为这里面它很潮湿。山里面都很潮湿。但是如果说修这种挖洞工程的话，就是要这种潮湿一点的山体才比较好，因为它挖洞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水的话，它的灰尘是会非常大，然后在洞里面的话就很容易得西肺病的。我们那个时候修建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因为用的工具都只有那个简单的工具啊，而且像炸药啊这些哈，一炸的话，这里面肯定灰尘就特别大。小心台阶哈，这边。这一段到这里。前面是引水洞的后半部分，就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沿着这个一直走的话，是可以走到乌江大桥的。真的是水啊？假的，这是灯光特效。对，这里是我们切断的。如果说我
走到乌江大桥取水口。可以走到乌白江。涛镇的乌江大桥的右边的话，有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建筑体，那个就是取水口装抽水机的地方哈。引过来对吧？在取水口那个地方装了8台抽水机器，那8台抽水的机器可以抽水进来。据说我们要是同一时间启动那8台水泵一起抽的话，它一次性可以抽掉乌江水枯水季节1/3的水量都没问题的，非常大。据说抽了之后，我们乌江中间白涛镇这一段的话会断流，就是相当于说船走不了的那种。没水，那么厉害。船也不能走。后面我们走不走啊？接下来我们这边上楼。外面好深啊。这栋楼也是另外一栋楼了哟，这里已经不是刚才进的那栋了。这里面18栋楼房大小格局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下面好深的。我是讲了不好听，我得来是那个。深不可测。这个呢，它是一个竖井啊，特别深。然后这个种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地底下的，它设备进来的话是从地平层进来，但是我们下面有楼层，要是大型设备的话，走楼梯这个楼梯太窄了，它折不了，所以它就从这个竖井把设备给它放下去就可以了。竖井，用设备运下去。这栋楼是用设备运下去，设备。这栋楼6层。总共这栋楼是6层。现在这栋楼还没有开放，我们今天只是路过。还没弄好。上面还有。这里就是地平层了。地平层。这个绿色大门后面就是我们刚才，就像我们刚才坐车进的那种洞口，其中的另外一个洞口，就这后面有一个。四通八达。19个那种洞口，我们坐车进的那个洞口一共有。要我们自己来到迷路了。你出不去了。这边走。真的出不去了。这里面要是不像这样把灯光打起来，然后就是自然的那种的话，然后你把你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你可能在里面逛1、2天你都逛不出去的。1、2个月也出不去。2个月也出不去。到目前为止，据统计的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完全就是一个人把工程全部走完过，就是不同的人去走不同的部分那种是走完过的，但是一个人把整个工程走完的那种是没有的。走不完。你看像这栋楼，它这一个平层可能就有10几20个房间。然后1层、2层、3层、4层、5层、6层的一层楼10几20个房间。这里面都有房间。只是一栋楼。那时候那么多人来，住哪里啊？他又不是一次性来那么多人，他是分批次来的。陆陆续续。对。那边好深。当时第一批来的人就是那个军队来挖洞的人，832部队的。那个时候他们全部832部队的所有的新兵全部是正审3代，然后被秘密抽进来的。他们当时报了名之后，征兵成功之后，他们连自己要去哪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被送到这边来了。他们到这边来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北方人，他们到了那个石家庄之后，然后那个火车是在石家庄那个火车站悄悄掉头一路南下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送到哪儿。到了重庆之后，他们才觉得奇怪，因为从重庆要坐那个船到涪陵，然后从涪陵再转船再到白涛镇，这样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要去坐船？然后到了这边之后，从乌江上来的时候，他们坐在船上，然后他们抬头看上面就什么都看不到，就中间就一条缝。因为我们现在来的话，就是走那个319国道，或者是走高速。然后他们以前来就是走乌江，我们白涛镇有最少有3个码头，他们就在码头不同的码头下船，下了船之后被送到不同的部队里面去，然后下了，然后有的人本来可能一起出来的，然后就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之后都没有见过，很少。这洞里面太大了，他有时候根本就见不到的。碰不到。这个里面哈，就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感觉到哈，
很潮湿，然后它的温度一般是16到21度。这种环境的话呢，它很适合长久。在这个工程84年停建之后，在10年正式做旅游开放。然后当时的话，留下来的那一群老兵呢，他们在当地创业，做了个芥末化工厂。然后他们当时也在管理这里，他们还在这里面藏过洞长久，就在旁边这个洞里面藏的。长久啊。哎，这个环境很适合长久的。有水滴下来。你敢进去吗？这里面像这种洞有130多条。130多条，对。所以它把整个工程串联起来，就是从别头看看亮灯。要没灯，侬啥没看见？有灯的话，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那自己打手电筒也看不到。要用汽车打光灯的。走的。你这里搞个服务社就亮了。现在看好走路啊，不要照，把走路。这里小卖部。那边不能出去。那这里都是军人来的，军人来建设。技术人员呢没有，很多技术上的东西，你光是军人也不懂的，根本也不懂。工人有很多工人，要像老三线了，老三线怎么有很多工人？技术人员呢不是工人，他你工人你怎么你别说干嘛？他人家那要高级保密的那种，你工人怎么去搞嘛？搞呀？有的人他都不听，有的不听纪律的那种，你怎么去管？军人他有那个制度在，然后核工业部的他人家是，他不是军人，他是核工业部专门做核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他有自己在对口的那种。他这里讲老三线，我心里想，上海去了一批很多三线，三线也会很多呀。只是说你只要不出去，你只要不出去就大声嚷嚷说什么的那种都不管你。这边时代背景就是当时为什么建白了工程？当时在60年代的时候，国际是很紧张，当时说打仗，当时前苏联南边又够强的那时候，最开始我们和苏联关系还挺好的，后来关系恶化了，没办法，要做自己的工厂。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工厂404是我们和苏联解决一建的，苏联是知道那个厂的，如果说我们一旦打仗。一旦那个地方被破坏的话，那我们这个就全部都完了。专家先全部就是说全部都要醒在那里。所以当时我们就赶紧的把专家就分调出去了。有一部分就调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很多都是像现在我们有些工作人员都是父辈，都是在那个衣服工厂工作过的。这边有选址、建设，这些都是当时建取水口的。洞内没有资料，因为这个工程洞内的所有的建筑的话，它是高度保密的，所以它不许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这些图片都是修取水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景点——盐水洞连通乌江取水口的照片。很多现在的一些小朋友参观，他很多那种工具，就修建时候用的那种工具都是不认识的。这个就是对的。这个是外面的呀，外部不是里面的。里外面呀，就是乌江边呐，是乌江大坝的。那里面的那个雨水流啊，这些。就是啊。来吧。这里面当时这些技术人员要证审2代，宫里面的要证审3代，全部都要证审，没有经过证审的人是参与不了这个工作的。60几年。这里是很神秘的地方。这些柜子里面的东西都是那些老兵捐献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保存很久，有的是他们在西北那边工作时候用的，有的是他们在这边打字机呢，最早的那个打字机。这2张照片就是一个是军队的照片，一个是技术人员的照片，他们当时在这边。2部分人。
还有个厂，当时。厉害。当时这边有一个厂，专门用来隐蔽这个工程的。他们有很，就是说对外的话，宣称就是宣称那个厂的名字，就不是宣称我们这个工程的名字。它有代号的。我们这个工程以前它就叫816，它没有汉字，就叫816，就3个数字，它就是代号。以前说什么就没有钱，就说是个代号。后来说这个工程，因为核工业的数字的话，代码就是8，然后这个16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个工程是当时所有核项目当中实施的第16个项目，因为它不光是这种核海堆，还有其他的，像比如说核电站啊，然后只要是跟核有关的，它都排序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参观的就是绿色部分这边，蓝色部分那边是另外一座山，我们现在那边是一点都没开放。那以后会开放？只开放了这边绿色部分这边这个红色区域，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一栋楼基本上去的楼层很少，去一层楼只去了一个地方海，你是一个平层20-30个房间，30-40个房间，你只去了一个房间。所以你想，你要是整每个房间每个角落你走完的话，可能你走2-3天，可能在里面走不完。我们现在灯光秀，我们还做了灯光在里面的。还有灯光啊？对，晚上有灯光。那晚上能看到？很高，150米，它洞里面150，洞外面150，总高是300米的高度。这个底部的直径是4米，起码男同志可能都要4-5个人都这什么河到的保不了。长江。哪有长江？往下拍下去的这个是哪个照片？这个山上你看嘛，也没有松树柏。没有往下来。下楼呢？我们先从这个6楼下地底下的3楼，然后再从3楼上到楼上的7楼、8楼，之后再从8楼又下到6楼，因为所有的进出口都在6楼低平层的，所以我们待会还是要从平层才能出得去。这个楼梯哈，这个楼梯一层楼是4个面儿台阶的，像你们家这边的台阶，它就是2个面儿的。这个一层楼的话，它的平均高是6.6米。你住房的话要高1半这个样子。当心啊，小心。别说话。好深啊！这样就要这样，里3层外3层。奶奶那边现在会多少？然后呢？我是地板的2块了。你敢进去吗？这地方好深啊！我进去了。根本跟这个门口了。就那走的，走来走去，哎呀，转来转去的。反应堆。反应堆屋里就是核反应堆最主体的部分，就是生产核燃料的地方。这个房间以前全部是这种，就是用这种钢板全部包，整个房间全部包，就是密不透风的那种。这里搞一排凳子坐着干什么呢？演出啊，在这里。休息吧。这里的休息。这里这个玻璃桥是后面加的，然后以前没有的。这些全部都是以前的建筑和这些设备都是当年的。核燃料棒啊！这里呢是我们核燃料生产过后成品出来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存放点。下面这个大的锅底的话，那它就是我们核燃料掉下来就掉到这个锅底里面，然后由锅底底下的这个通道把成品给它运送到另外的厂房当中去。这里呢，如果说生产的话，我们工作人员是不能进来的，因为这里面如果说生产的话，它的辐射会是我们人身体能够承受的，至少是在1万倍左右。
非常强哈，这里面的这个辐射。碎一下就完了。它的辐射的来源的话，就是我们头顶上方的这些小圆孔里面，这个小圆孔里面会插燃料棒，一根燃料棒的长度是21米，从顶上8楼插下来到这里。这里看上去上面是空的嘛，这上面可以看到头顶上8楼，然后它上面8楼也有这种小圆孔是对应好的，每个燃料棒里面就装的是原材的硫矿的物质材料，燃料在产生裂变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什么叫裂变哈，但是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就像化学反应啊这些微反应一样，它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释放出比如说像有毒的气体或怎么样的，我们这里面释放出来的就是那个辐射，然后辐射如果说你人进来的话，基本上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这里面如果说生产的话，工作人员全部都是用这边这台机器来代替人工作，人是不进来的。不能进来。人进来的话，除非是特别特殊的情况，然后才会进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进来的。然后这个上面这种小圆孔是反应棒，它和这个小圆孔里面，如果说装燃料棒的话，它就会把探头放到那个燃料棒里面去。它一个这个小方块就对应你的那个燃料棒，然后如果说对应的那个燃料棒出现问题，这个马上它会传送信息到9楼的中央控制室去。我们9楼中央控制室的话，它拥有当时80年代我们全中国最先进的2台计算机机体当中的其中1台。当时1台在中科院，1台就在816，价格的话是非常昂贵的，当时是花了17万美金，当时是从美国购进的。现在那些按钮都是崭新的，非常新，没有用过，保存全新的。这个门儿，这里有个小门儿，我们也要从这个门走。这个小门叫逃生门。如果说这里面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派人从这个门进来，然后进行抢险工作。抢完险之后，再从这里跑出去。那么小的啊，这个门很小，不能开太大，因为开得太大，它出去的辐射量就会很大。射线它是直线的，所以外面还做了一个拐角的地方，就是在你的门开了过后，然后我们的抢险工作人员在外面排队，就不在这个门口排队。你在这个门口排队，一排你没一打开，都是核辐射的。对，就核辐射了。这个门是铅做的，特别重。铅做的。对，铅门就推不动，推不动，完了。如果关上的话，完蛋了，开也开不动。对，很重。就防核辐射的门。这个歪侬看，真的开也开不动了，拉也拉不动。这赶快跟上。跟上。台阶嘛，看这点。台阶啊，小心。快点。这里面用的是铅做最好的。几层楼了我了？我的妈！已经追到了5、6楼了，已经。那现在就别了。到了对吧？本来大概有几层楼多？好了。6楼。走了6楼，不止了，好像不止6楼了。7楼。7楼、8楼也有了。抓革命出生产，好到了7楼，有的吧？7楼。7楼了。7楼。还能上去啊？降完它了，脚都硬掉了。仪表室。仪表室。这个是就是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的一种仪表，流量仪表它是。
这个表它是跟那个对那个燃料棒是对应的。这个表是新的哟，里面的所有零件都是新的，保存得很好。它这个表的话，它里面的厂家都是原在的，上海光华表。上海光华仪表厂的。嗯。那个时候上海那边的话，就是挑了5家，然后就是挑了最好的，就是这一家，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个仪表。这个表一个的话，相当于80年代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差不多。那么贵啊！很贵的，对，一个表，一台彩电。这种电器设备我们洞里面是很多的，但是因为经历了军转移，所以被拆掉了很多。这个是保存的比较好的。对。当时我们这里面这个仪表是82年装进来的，放到现在放了好多年了。这里面这么潮湿，但对它的影响并不大的。然后当时为了保护这个仪表，我们这个房间的墙漆刷了很多年，但是你看，你现在过去上面是湿的，但是它这个墙漆这个地方是很薄的，很薄，但是它这个水是浸不进去的。这个墙体它是里面加了特殊的元素钛进去的，所以它这个质量特别好。整个8月工程所有的房间加起来600多个泡床房，就3个房间有这个墙漆是非常贵的。它是因为上面有水蒸气，对，它冬天的话，它没有水蒸气的时候，它是很。现在上海这光华仪表厂有得开伐？我也没咯。啊？花楼啊？还有那个15个嘛，我到那个开灯光才是5个。有种15个。老早有电梯，以前电梯。我们这个山体的上面是根本没挖，是从山体的半中腰、半山腰挖进来，然后往下面挖，然后从地平层往里面挖，再往下挖这样子。它上面是根本就没有挖过。但是我们这个房顶上面这里整整有一台房车，几十年了。当年军转营的时候当时他们那帮人创业的时候缺钱的时候拆东西卖小拆，现在卖这边卖不了，拆不下来，太高太重了。这台房车几十吨。全人工当时装到这个35米的房顶上去的。它这个房车就是由工人在左边的前置，那个修箱的那个右边的那个操作台是后面推出来的。人是这个人是在这里，从现在开始你害怕吗？这个下面的话就是中间这个。就是这个圆盘，大的圆盘，这个圆盘就是那种，它的然我们的燃料棒是从这边墙角边上那个墙角的那个渠道给它就是塞进来。处理的好的话，处理好之后放回去就把它放；处理不好的话，就是把它摧毁掉，然后从底下的隧道就把它给它弄到那个废水可以扎的地方去。废弃掉。哎，就都给它废掉。这里核辐射应该最厉害的地方。那个
个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应该算是第二代吧。第二代那个年代应该还算是比较可以的。还算比较先进。现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说，可能操作下。就这不是确实问题。深圳这东西。到处都是壁咚，你看。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赢。这个就是新风系统装鼓风机的，这个圆盘嘛，就是以前装鼓风机的地方。这一栋楼就有3层，现在没有装鼓风机，你看嘛，你在这里面你有没有说呼吸困难什么的人嘛？没有对吧？它就是靠自然通风这样子，这边是排风的这边。就是你不得不佩服以前那些人啊，真的。
宿了。嗯，好，再见。拜拜。你一个人走不怕？你家习惯了。哎呀妈呀，我看看也害怕。走了。走吧。对。